好，我們再給我們打歡迎小梅姐回來，好不好？歡迎回來，好不好？朋友們，歡迎回來！你看大家都在說歡迎回家，歡迎回來。真的是歡迎小梅回去北京啊！前2天帶着汪寶落地，幾乎沒怎麼休息，馬不停蹄的去拍了直播預告，還有非常漂亮的視頻。4月13號就直接帶團隊開播了。從節奏上看，她現在是很主動，在把工作重新接起來。剛開播的時候，整體氛圍其實是不錯的，品牌方送了鮮花蛋糕，評論區也有不少支持的聲音。有支持就會有質疑，彈幕網友問你工作孩子怎麼辦？我工作就是我媽媽，還有我有個台灣的那個阿姨，台灣的保姆就是她，然後我在北京，她就在北京。对，我在那，我的阿姨就跟我在那。是的，這次回北京，其實有一個很關鍵的細節，就是小梅把自己的媽媽和保姆都一起帶過來了。這對她來說是一個很現實也很重要的支撐，有人幫忙分擔帶孩子的壓力，她才有空間去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節奏。這一點從她能這麼快復播，其實就能看出來是有準備的。個剛生產完的媽媽，如果沒有基礎支持系統，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。評論區這2天也一直在刷大寶2寶的情況。她說：“我不知道以後大寶2寶的這個問題呢，去問爸爸跟奶奶，對，不要在我這裡問，因為我會被罵。不要在我這問了。”是的。從這段時間的輿論來看，小梅已經明顯進入一個怎麼做都會被解讀的位置。她之前分享和孩子相處的日常，會被說成是在刻意表演，但如果選擇不分享，又會被貼上冷漠甚至惡毒繼母的標籤。這種兩頭都不討好的狀態，本質上已經不是行為本身的問題，而是外界預設立場之後的選擇性解讀。在這樣的環境下，她後面每一句話、每一個動作都很容易被放大，甚至被重新定義。包括他提到大寶2寶各自生活狀態，本來是一個很日常也相對克制的回應，但很快就被營銷號延伸成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後開始切割。而從家庭角色的角度來看，他現在同時被放在多個位置上被審視，既要是一個被認可的妻子，也要是一個合格的兒媳，同時還被期待成為一個情緒穩定、付出均衡的母親和繼母，甚至還要兼顧事業上的輸出。這種多重期待疊加在一起，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很高壓的結構，很少有人可以在每一個維度都做到外界想象中的剛刚好。4月14日凌晨失眠開播，看到一些私信惡評，他控制不住的崩潰了。那個私信說，他說，我說反正我截圖了，我截了他的那個頁面，他說你的孩子就應該去死。就看了一些粉絲的信息，我還覺得挺難過的，就是怎麼可以這麼不明辨是非對錯？還是一些老粉們，跟我說，他說你有什麼好覺得走不過的？他說當你想到那段時間最嚴重的那段時間，都已經快把你逼瘋了，結果有人比你更瘋，你不也是走過來的嗎？我想也是耶，好像也沒有什麼好那個，就是把他放在床上，把他趴着嘛，讓他头會這樣抬起來。他說你說什麼不做什麼，不是都會一直被罵嗎？那有什麼好在意的？聽完說呀，好像也是哦。當這些比較真實的情緒被呈現出來之後，輿論很快就開始介入解讀。這其實是現在網絡環境裡一個很常見的路徑。你去搜她的名字，會發現負面評論就出來了，說婆媳關係不好了，說與老公感情出問題，還說賣慘的。而對於他們這種沒有刻意去經營統一人設的家庭來說，本身呈現出來的狀態就更接近生活本身，有情緒，有分歧，有疲憊，也會有開心。這種不完全精修的表達，很容易被黑粉拿去做文章放大，因為它有素材，支持的聲音其實也一直存在，只是沒有被同等放大而已。尤其是在她剛生產完不久這個階段，身體恢復、激素變化、育兒壓力是同時存在的，孩子還處在非常早期的階段，生活節奏本來就很容易被打亂，很多原本可以計劃好的事情，在現實中都會被不斷調整。這種落差感是很多新手媽媽都會經歷的，所以出現焦慮、情緒波動，甚至對自己的要求變高卻難以達到，都是可以理解的反應。與其在這個階段繼續把工作節奏拉滿，不如先把身體和情緒放在更優先的位置。當一個人的基礎狀態穩住之後，很多事情反而會更順一些。隔天，小梅直播回應網友對她情緒崩潰的猜測。中間，那真的很惡劣。沒有，就是那個，你老公可沒有吵架，我們挺好的，不要瞎說。我沒有，我老公可沒有對我講哦。我先說，你們不要誤會，沒有，我老公對我挺好的。中秋不至於哭啦，當然不至於啊。我上來中秋我哭什麼？
公已經要去那個，他要去樓下健身房，他要出門跑步，他比我更早起来。對，鄰居在裝修，就在正樓上。其實從他這2天的狀態去看，是能拼出一個相對完整的背景的。第一場直播時，他整體表現是在線的，但下播之後，才是真正需要獨自消化信息的時間。面對大量私信和外界反饋，很容易在安靜的時候被放大感受。再疊加他們剛從台灣回北京，環境切換本身就需要適應。孩子的作息，身邊照顧的人，包括他媽媽和保姆，其實也都在重新磨合節奏。再加上居住環境裡有裝修噪音，對作息本來就不規律的人來說，白天得不到補眠，晚上又容易清醒。這種連續性的干擾會直接影響情緒穩定，而他本身又處在產後恢復階段，這個階段的人對情緒的感知會更敏感，也更容易出現委屈和疲憊交織的狀態。所以我們看到的落淚，其實更像是多重因素疊加後的一個出口，而不只是單一事件觸發的反應。很多經歷過育兒初期的人會有共鳴，那種對孩子的擔心、對自我要求的提高，以及現實執行中的落差，是會反覆拉扯情緒的。即使身邊有人幫忙，也不代表心理壓力就會同步減少，反而在被更多人關注的情況下，他需要承接的評價和期待會更複雜。所以說，完全不在意外界聲音，其實是不太現實的。從這個角度看，與其簡單評價他情緒起伏，不如把它理解為一個人在多重壓力環境裡的正常反應。這種階段本身就是在慢慢適應和找平衡的過程。我幾乎沒睡，後來有一點點失眠，5點多睡吧。自己有點化個妝，我們這樣不是比較真實嗎？姐姐，我會開車嗎？我不會，我不會開車。有粉絲們私信我的我都看到，你們有私信我的我都看到，很謝謝你們。然後不管是就是給我指教的，我都很謝謝你們，好的壞的我都謝謝你們。別說現在的那個空調有點問題，所以他們在弄完之後我們就過去住。當時10公斤，現在47，但是我沒有在，好像就停滯了，就沒有再往體重就沒有再往下了。從這些零散的信息拼在一起看，他幾乎沒怎麼睡，有點失眠，大概到凌晨5點多才入睡。這樣的作息本身就是一種透支狀態，但他還是起來洗臉沒化妝繼續開播，還說這樣更真實。這其實說明他是有意識在呈現一種盡量不修飾的狀態。同時他也回應了粉絲私信，不管好的還是不好的，他基本都有看到，也都表示感謝。這種選擇去承接外界聲音本身也是一種消耗，再加上樓上裝修帶來的噪音影響，他們準備搬去別墅暫住，可以看出他當前的生活環境其實還在不斷調整，並沒有完全穩定下來。再到他提到體重，從生產後到現在大概47公斤，但已經進入一個停滯期。這種身體恢復進入平台期的情況，在產後階段其實也很常見。整體看下來，小梅現在更像是處在一個過渡階段，一邊是身體和情緒在慢慢恢復，一邊是家庭環境在重新適應，孩子在調整節奏，大人也在重新磨合，同时他又把工作節奏重新拉了起來，這3條線是同時在進行的。所以我們看到的情緒起伏，其實是一個人在多重壓力之下尋找平衡的正常反應。他並不是做錯了什麼，而是在盡力把每一件事往前推進。外界的評價有好有壞，但更重要的還是他能不能把自己的節奏慢慢穩下來，把生活一點點理順。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結果，而是一個正在經歷過程的人，他有脆弱，也在堅持。這2件事情本來就可以同時存在，所以也不必把每一次情緒都當成問題。有時候那只是一個人在承受之後的自然反應，希望他先把自己照顧好，慢一點也沒關係，等狀態穩住了，再去談事業和外界的期待，或許會更從容一些。畢竟生活不是靠一味去扛，而是靠不斷調整出來的。你們怎麼看？今天就聊到這裡，同時也祝大家都在自己的生活裡找到適合自己的節奏，把自己照顧好。謝謝大家收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正式直播的第1場，然後呢，馬上就要到那個夏天了嘛，对不对？马上到夏天，今天不是猴给大家。你要幹嘛？歡迎小梅姐返京，歡迎小梅姐回來。王寶的照片我真的很驚訝，因為就我日常的觀察來看，我很少見到有剛出生的小 baby 有鼻梁。他是他鼻頭也蠻大的，不止鼻梁，就是他鼻頭也蠻大，跟我一樣有肉。大家有沒有發現，是不是长得好好看呢？对，可好看了。但我跟你說，他现在因為發福了，就是你那時候剛出生的時候比較瘦，然後他現在是一個
半月吧，一個月長了有2公斤哦，一個月長是算蠻厲害的，就是平均一個月2公斤，然後他一個月快長了快2公斤，所以他奶量算多的，就他是蠻能吃的，一餐現在要喝到150，但是他3個半小時到4個小時他就要喝。他剛出生的時候那不錯，那樣對，那挺好的。男生有點地位，這世界上所有的就是風浪，對風浪，因為我覺得他媽我就也是，他媽媽我，他媽媽我也是，就是已經面對了很多這些大風大浪，所以我希望我覺得他生了我的兒子，他一定也會遇到很多各種的非议或者是什麼，一定會，就是他一定會，但我說他可以堅強。所以那天我不是有時候自己帶孩子嘛，就白天的時候在月中心，我就白天我自己带，然後睡覺再教孩子給護士，然後白天我帶的時候，他有時候會咿咿啊啊的，就是吃飽了他會咿咿啊的哭，就是他不會哭，他就會叫，我也不知道有點像打交的意味，不是，就是会发出很多声音，各种声音，然後你就要差点去想人就吼他，然後有一次我就把他放在床上，我說現在沒有護士阿姨，就是我跟你這樣叫沒有人會抱，我就看着他就瞬間安靜，然後瞬間看着我，超好笑，我就趕快把他拍下來，然後傳給我，讓那種在我傳給我，你看他瞬間安靜，他知道他對我那個現在沒有別人，就只有我。就現在開始培養他的獨立性了，就比如他餓了，小米姐跟他說飛寶自己去泡奶茶，那倒不會，飛寶啦，我跑啦，自己去泡吧。